NVIDIA 市值竟然超过苹果，突破了3.6兆美元。它现在已经是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。这家 AI 晶片巨头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？我想你应该跟班杰明一样有同样的疑问：到底股价还能继续涨吗？大家好，又到了 NVIDIA 公布财报的时候，所以 NVIDIA 在11月20号即将公布财报。那 Coach J 呢，一如既往又分析了其他公司的财报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分析了微软、Meta、Google、Amazon、AMD、Intel。还有台积电的财报，看看你能从中去看一下辉达的表现可能会是怎么样。所以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，不只有财报的预测，还会跟大家更新一下辉达现在股价的合理价应该会是多少。好，我们先从客户端的角度来看一下。那客户端呢，当然就是 Microsoft、Meta、Google、Amazon 4巨头这个为主，所以刚才从表格上看到这4个。那我们先从他们的资本支出来看，当然不是100%都到辉达，它的概念其实是现在这些尤其是云端的或是 AI 领头羊，他们的资本支出都是很大一部分会走到数据中心，数据中心里面很大一部分会用到 NVIDIA 的芯片，好，所以等于说看这个资本支出，它不是全部给 NVIDIA， 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趋势可以做参考。我们看到这个数恐怖了，恐怖！第3季度，我们整个第3季度这几个巨头加起来，对资本支出的 YOY 增长了68%，比上一季度的65%还要再高，那就是验证了一句话：一高还有一高高。然后也比第一季30% 高非常多，对，所以真的是非常恐怖了。那这件事情其实对于 NVIDIA 来讲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多啦，因为表示他们的收入非常的乐观。那另外一个呢，从这上面数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上一季我们就有看到，就是现在 Amazon 其实云端的应该是领导者，市占率最高。对，可是如果你看第2季度，它的投资是16.5个 billion， 然后在Microsoft 老二，它其实是19，投资比 Amazon 还要再大。那个时候 ，Coach J 跟我们就已经有预测，老大绝对不会袖手旁观，马上就不会坐视不管。对，马上就来看第3季度，哇 ，Amazon 直接暴增到22.6，Microsoft 现在是20，这个看起来资本竞赛、军备竞赛的白热化还在进行当中。ING， 好，我们再往后看，目前看起来有可能68% YOY 会是一个最高值。就是这样，然后对，会慢慢开始，因为毕竟大家投入也不可能无限增加嘛，所以可能在增速的角度会放缓也是合理的，但是还是健康的。现在目前看新的财报的预测，第4季度大家的投入其实还是有55%，还是蛮高的，其实还是非常高。那如果看到全年，看到最后一个，其实也是55%，真的是非常高。那如果以整年预测来说的话 ，YOY 现在最高的就是 Microsoft 投资最激烈，然后第2就是 Google， 紧随在后就是 Amazon。现在 Amazon 急起直追，第3季。有没有可能最后超越？不知道，对，但是有可能，因为 AI 还是有一个对投资来说会有一个过度投资这样子的疑虑，所以对于公司来说，接下来的预测少报一些，或是比较保守的去预估资本投入，也是有可能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接下来第4季或是甚至是明年，有可能比财报他们预估的投资要多一点，对，也有可能。所以这件事情呢，总而来说都是对辉达是一个好消息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云服务的收入，好，这些巨头投资还是要赚钱的。刚刚投资资料中心就是为了服务，对，所以报酬率好坏会影响到他要不要继续投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。所以上次已经有跟大家分享，其实今年目前为止，云服务的收入在巨头上面其实都是蛮健康的。第1季有21%，对，第2季度还是维持一个蛮好的20%。好消息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第3季度。27.7%，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。那这当然也给到这些云服务商更多的动机跟资本再去投入。那这边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，就会是大家如果有细心的同学看到 Amazon 第3季收入成长是19.3%，低于这个3巨头的平均值。对，低于平均。那低于平均什么意思呢？掉市占率，市占率会掉。对啊，市占率会掉，那又是龙头。第3季刚刚有看到资本支出大幅增加，就合理。对，那这件事情。会不会持续？持续之后对谁有利？所以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角度。我们上一集大家如果有看，我们在分享 Palantir 企业 AI 的这个趋势上面，其实也有分享云增长，它是有一些底层逻辑的。对，除了大家现在有 AI 热之外，慢慢开始有更多实际上可以利用 AI 赚钱的商业模式。对，尤其是在企业 AI，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上一集的影片。那这件事情当然对于整个AI 云服务商的投入，还有 NVIDIA 的收入都是利多。第2个角度，当然看一下我们的供应端，台积电上一个季度营收创了历史新高，恐怖了。接下来应该也是会持续这样子更恐怖了，对，更恐怖了。因为除了营收之外，它其实毛利率也是创新高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表，就会知道为什么了。也就是它现在整个第3季度，它的营收是涨了36%。
不过它的先进制程，也就是毛利比较好的制程，像包含 High Performance Compute HPC 的，主要是 for data center 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3纳米、5纳米先进高阶晶片，在第三季竟然涨了91%，超过了 High Performance Compute，也代表了其实高阶的智慧型手机，像 iPhone 16啊，对啊，像尤其主要是苹果，就是带动了这一波增长，也让台积电在比较高端、高毛利的产品上面能够带进更多的营收。现在目前看起来，其实台积电目前产能应该都供不应求了，是做得出来就卖出去了。所以对 NVIDIA 来讲，当然也是一个利多，尤其主要是 High Performance Compute 这一块，因为这边都是那个资料中心、数据中心用的。这一段就会是大家如果要预期 NVIDIA 增长是一个比较好的数，对，所以非常有趣一点。大家如果记得巨头们主要是 data center 的资本投入，第三季度是68% 的 YOY 成长率，对，然后这边台积电的 High Performance Compute 的第三期成长65%，蛮接近，对，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，其实是有一些相对应的关系。第三，我们来看看竞争对手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。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之前表现比较惨的 Intel， 好，那这个呢，其实在今年，因为在第三季度大家看到嘛，68% 的投入，对，所以其实等于市场相当火爆、火热，所以连 Intel 这么 struggle 的公司，它在生意上面第三期都有增长，雨露均沾，但只是个位数增长，所以还是掉市占，好，所以掉到9.2%。不过比较特别的是 AMD 第三季度还是涨 market share， 厉害哦，蛮厉害的。它涨 market share， 它上一次就涨了，但涨的是主要来自于 Intel。这一季度不得了了，它不只是从 Intel 拿 market share， 也从 NVIDIA 那边拿到一点点 market share。当然这个是推估的啦，对，推估，因为 NVIDIA 财报还没公布。有一个原因就是 NVIDIA 的 Blackwell 的delay 在第三季度对于 AMD 来说反而是一个小小利多，82% 的市占或者81% 的市占原本就是一个超高市占，对，所以你要维持在这种超高水位原本就不容易，点风吹草动可能都会影响。不过呢，接下来 Blackwell 出货之后，供应稳定之后，AMD 是不是还可以维持继续抢占市占率，就要静观其变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营收预测，专家的共识应该是32.8个 billion。USD，Coach J 觉得基本上根据前面的数全部加起来是不会大幅超过预测了，因为这个预测其实已经是 YOY 已经到81%，Coach J 目前估的大致上是33.5个 billion， 多了7亿美金，对，多7亿美金，大概 YOY 是85% 左右，盈余也会比共识多一点点，0.76。然后第二呢是大家对于 NVIDIA 财报预期都非常高。所以就算是超过预期一点点，也不代表股价会继续上涨，因为反而还有可能下跌，因为超过的不够多，对，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。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的不同的信号会影响到股价的，包含对于明年的预期是不是足够乐观，还是说偏保守，这其实都会影响到股价。那废话不多说，到底还会不会再涨？大家不是都已经结束了，划走了，还记得有合理价这件事情啊？合理价，所以根据最新假设财报预测是正确的话，目前 Coach J 已经帮他算出来，上一季度算完是113块，这是更新完新的财报之后啊，合理的内在价值应该会落在大约127块左右，还是增加了。不过呢，现在目前 NVIDIA 的股价是149左右，对，所以看起来还是偏高估的。不过因为 NVIDIA 它是一个算是在成长型的公司，所以很有可能接下来合理价跟实际股价背离的情况，应该还是有可能持续，对啊，只是说接下来每次财报超出一定的预期，内在价值会继续慢慢去追上实际上股价，这个是可预期的。当非常成熟之后，可能就会比较接近。好，再过几天我们就要揭晓啦，看看这个财报的预测是不是正确，还是打脸，以及到底股价会怎么样走。其实这个真是瞬息万变，没错。好，那喜欢这个分析或这个系列的，麻烦我们按个赞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